王道跟霸道的选择，大陆奉行的是新天朝观，我不再强调藩属关系，我们呢会平等对待一切中华友好往来的所有各邦各国，而美国呢还是一样霸主逻辑，因为他做不了全球的霸主了，一个接着一个抢，先抢委内瑞拉，再抢丹麦，哇，那这个没得讲啊，所以大家开始加速投中。台湾主义跟门路主义有个根本的不同，交易式外交，什么都可以谈，主权可以谈，盟友可以谈，合作可以谈，没有共同的理念，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有利益，就是美国可以拿到什么，美国可以赚到什么。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一次的中韩元首峰会呢，适逢马杜罗被抓，所以呢，看起来被关注度有一点低啦。但我必须说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中韩元首峰会跟美国要隔离难这件事，还有包括美国抓马杜罗这件事情，它刚好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呈现。第一个，中韩元首峰会呢，大家已经见面了。李在明他是有接受 CCTV 的一个专访，这个是他在访华前夕接受的央视叫高端访谈的系列。那这个李在明啊，他在访谈的时候，他释放出的一些讯息，它主要聚焦在中韩关系、历史与经济的互相的联合，还有呢将来的中韩合作方向、国际的环境、双边互惠等相关的一个议题，尤其强调互信这件事哦。而且呢，他具体提出了过去几年被破坏的非常严重的中韩关系，就是在尹锡悦在的那几年，中韩关系非常恶劣。因为尹锡悦他所搞的呢，事实上就是一种明面上叫大韩国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亲日亲美绝对的角色。那当然包含了各种的操作啦比如说呢跟日本的联合啊继续搞这个萨德啊等等等等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就理解尹锡悦这个人的为人。但是呢现在的李在明跟之前的文在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文在寅跟李在明呢都是这个人权律师出身，但是文在寅就是韩国的前任总统了也是进步派的，他跟李在明不是同路的。文在寅的政治手腕相对没那么灵活，但是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上面呢更加的利益更高一点，他有更强的一种理想主义。那李在明相对的现实主义比较明显，不过李在明这个人你也不能说他没有手段包含呢他有好几个传说的级的这个绰号，他在处理事情是比较直接的嘛，所以李在明呢他处理问题他更加的实际。但是他刚上来的时候很多人不能谅解李在明，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说李在明怎么一上来就跑去美国会川普这李在明呢他是相当的有手腕的一个人。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紧张，他呢就是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懂得现实主义操作的人，所以对他来讲会谁其实不重点，重点是能不能把事给办成，怎么会也不是重点，只要能把事办成呢跟谁会我都可以接受。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看两张经典的图第一个是李在明在第一时间跑到了白宫，他先去了日本，然后跟当时石破茂见面，获取了如何跟川普打交道的一些资讯，接着他就启航去了白宫，就跟当时川普见面了。见这个面呢哇聊得甚是愉快川普对他赞誉有加，他甚至不惜说出了你可以把川 Tower 川普塔盖到呢平壤打高尔夫球，或者是呢当有一天川普总统如果您要访中的话，你要访华的话，那请带上我吧。哇，川普太开心了你看多次跟他握手，还拍拍他的手臂，小老弟你讲得真好，李在明真懂得去拿捏川普的一个这个心理对，就是哄老小孩的这一招他确实呢非常的懂所以后来不久当川普要跟习大见面的时候呢之前就先去了一趟韩国那你就看到李在明呢为了讨好川普哇那真厉害下机就先来水 YMCA 然后 YMCA 完之后呢再来一个大韩帝国的仪仗队骑着马敲锣打鼓，然后呢再送给他一个大的金皇冠所以看到黄金哇靠，川普呢就特别的开心真的非常的懂所以呢也就让李在明在针对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其实就无往不利，因为后来没多久李在明就跟习大就见了一个面嘛那见了面之后就谈得蛮多，也谈得蛮愉快，接着就预约了这一次。那所以这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要来讲，那他在这里面接受高端访谈的时候就是基于前面这些前提来做一个讨论。那你也可以看到央视用了很高的规格去访问他，就代表说中韩双方是有信任度，这个信任度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前面那些铺陈，那这信任度扎不起来。而且现阶段对北京来
说，韩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口。他说，韩国和中国在历史、经济、地缘政治、安全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韩国政府是相当重视韩中关系。如果就时间来说啊，对比同期的李习月啊，李在明所展现出来的对华的友善态度，因为他是2025年6月才上任啊，相当于到现在只上任了，他只上任7个月，他就达成了中韩元首会，而且呢是在一个相当舒适的感觉啊。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大家了解到重视韩中关系。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韩国政府就宣布了一件事情，李在明就说啊，之后提东北亚3国韩中日以此为定。为了这场中韩元首会面呢，我老实讲，李在明确实是做足了关系啊，而且啊，他在访谈当中呢，他所谓的一个中韩友好关系啊，他不是单纯的只是那一种一般的那种哈哈打哈哈的模式，而是从各个维度，历史、经济、地理、政治、安全去表述彼此的关系的紧密度，而且还传达了一个在外交视角当中的一个战略的视角，并且特别强调了双方长期互相依存合作的一个，不管是互赖性就互相依赖性，或者是潜力，并且在未来有合作的议题，他强调两韩的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性。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他真的是做足了功课啊，然后他把这件事情给讲了出来。这个我们常讲中日韩，你如果从北京啊拉一条线会到韩国再到日本，它其实是一条接近直线的状态，所以其实是中韩日从纬度的角度来算再加上地球的曲率来说的话呢，这个接近是一条直线，它就会更加的这个明显。当然从距离来说啊，首尔跟北京的距离是比较近的，首尔跟东京距离是比较远的，但不管怎样，它确实是在一个接近的纬度带上面来画这条这样的一个线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大家理解到什么叫做中国出海的一个问题。首先遇到什么第一岛链嘛，那在第一岛链里面呢，它有一个岔型，就是什么从 Y 字形从韩国下来，从日本下来到台湾，再往下到菲律宾，这里其实韩国就是做一个桥头堡。韩国很有意思，它夹在朝鲜跟大陆中间，而基于朝鲜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国家，所以呢，韩国从地理形势来说，它有一面虽然跟朝鲜互连，但其实从地缘政治来说，它又类似一个岛屿的一个状况，但是它事实上又是个半岛国家，所以它有一种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在这里面，就是它既有岛国属性又有大陆属性，但是它的岛国属性又因为朝鲜的阻隔又显得相对明显一点。所以韩国在经营所谓的对中关系对华关系里面呢，如果它不是像尹锡悦这种意识形态挂帅的方式的话，或它利益就是跟华府绑在一起的话，基本上它对华的态度都会呈现一个非常动态的一个调整。什么叫四大主义？基本上就是他们懂得如何在跟中国的动态相处当中维持自己的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又让中国觉得韩国真的是非常友好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讨论跟论述，早在他去到北京之前他就做好了准备。然后李在明指出呢，此行访华是最大限度的减少或消除过去的误解跟矛盾，推动韩中关系的跃升还有发展到新的阶段。这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因为限韩令经贸摩擦，那为什么会有限韩令经贸摩擦呢？主要是尹锡悦时代搞了很多反华政策嘛，随着拜登时期的所谓围堵中国或者叫做新冷战的一个策略，也就是强化第一岛链去堵截中国大陆出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其实是李在明端出来的大菜了。他先去了美国，给足了美国面子，再回来又先见了美国总统川普，才见了习大，然后再到中国，这一套铺陈相当有智慧。而这种智慧老美是看不懂的，因为老美是这样，表态就必须要表态，哪有还有让你什么先后然后这个曲线救国的。但是在同样属于中华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的韩国来说，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得到北京的一个理解？我认为是有的，否则今天李在明不可能到北京去。那再来呢，他在这一场高端访谈中，他也谈到一些东西了第一个，他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他说韩国将继如以往的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立场，并且呢也提到韩中建交时候的共识规范两个关系的核心准则那讲白关键其实是对于现在的北京，你要发展跟我的关系，台湾问题叫做门槛。什么是门槛？一个中国就是那个门槛。抱歉，你门槛没定，你是跨不过去。你不讲一中嘛，门是根本连开都不会开。你讲了一中，门槛就降下来，你就可以
插进来了，这个是一个重点。对于韩国来讲，去挑战两岸关系，去把它挑战成两国关系，对它有什么好处？第三个，对台湾问题的回应，为什么给过？这当然给过啊！李在明又继续谈到了什么？再来他讲到，当然前面叫什么？叫做立场确立。先讲我们之间的联系很紧密，再讲我们这一次来是要化解误会，推动关系升级。再来我的门槛，我告诉你的一个中国原则哦，韩国绝对呢是遵守这个立场的。再来就要讲到钱了，叫做信任阶段的建构。他就来说那包括高科技、人工智能、新的平等合作的关系。他也很直白的讲他说观察到中国在一些领域上已经赶上，甚至是领先韩国了，希望共同扩大互利的机遇。这个是个重大表态耶。过去韩国讲中韩之间的经济关系叫做垂直分工，韩国在上，中国在下。韩国主设计、高端、先进制造，中国主代工、组装、封包测试这种下游的部分。这是韩国领导人可能是第一次非常明确的表达新的平等关系的合作，并且在谈话当中他没有要回到过去的垂直分工。你要讲这个是个关键真敢讲啊，我真佩服他。这话回去讲，韩国人会有些人要玻璃心碎啊，所以他往这样去讲，这些保守派气死了，你知道吗？其实就在李在明接受访谈再到出国到现在，韩国的保守派跟保守党还在抗议李在明啊，说他过度亲中啊。可是李在明到了这访谈，他直接挑白讲回不去了，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工业已经高度腾飞啊。在最新的2025年的整个工业观察报告里面讲到，现在中国大陆呢是进入了先进工业强国，本来是要在2049年在工业强国里面做一个领先的工业强国，现在已经进入在部分在领先了。也就是说很多的领域的快速的推进，韩国这几年包括韩国车在大陆卖的不好，除了有文化背景做因素之外，其实还有韩国在过去的早发优势跟它这个模式上面，在大陆的竞争已经竞争不过中国的本土企业了。其实说直白，什么叫经济合作呢？就是韩国本来就不可能发展全产业链嘛，就没那个空间，没那个土壤，也没那个规模，也没那个地盘啊。5000万人口的国家是不可能做到14亿人口的规模的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它一定必须在这整个产业里面去发展。那与其不断的等中日韩 FTA 的推进，不如先加强中韩之间的关系。他称习大是真正伟大有远见领导人，并且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引导中国的发展这很有意思嘛。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客套用词啦，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如果你就看韩国后续到底是跟中国保持的更好的关系，还是说保持着一个像以前的关系，那肯定就看得清楚了。然后很有意思的在整个的访谈里面呢，最后才提到所谓的安全、和平、稳定的问题。所以讲到东亚复杂局势之下，然后呢，如何来继续维护和平共利益跟维持区域的稳定。对于韩国来说，搞好跟中国之间的经济绑定，或者不要说经济合作，其实就是最大程度的去促成它的安全和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我认为他不是一个打空话的人你仔细看CCTV1它是大篇幅的播放中韩元首会之外，还有中韩元首的签署的仪式等等的部分包含什么呢？包含你看两边的一个对谈的部分来，这里是个关键深红色领带，两边虽然稍微有不一样，两边都用藏青色的西装，裤子也是一样，然后穿黑鞋子。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次，你看这叫什么？这叫日韩属于两个不同的一个温度，如此高度的一致。我就问西川会的时候有没有？所以这一趟来是真的是给很大很大的面子也是什么？也是真的北京对首尔之间两边互相做足了准备。根据目前已知的一个消息啦这个在致辞的方面目前释放出来的，习大提到就说中韩两国长期以来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超越社会
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双方应延续这一优良传统，不断增进互信，尊重彼此发展的道路，照顾彼此核心利益跟重大的关切。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次的一个会谈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他们怎么去做这些基本的一个讨论。李在明还讲了一个东西，叫做2026年定位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元年，真的非常会讲话。而且他说要把双方发展为更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本来就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啊。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就是整个关系就是打造一个更加稳固跟稳定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李在明的一个企图心。他上任才7个月，你想他6月上任，10月底就跟中国大陆元首来见面，然后7个月就已经人飞到北京，而且来一个同步色系。整体来讲，这是一个极为显著的讯号，世界变了，各位。而且大家去思考问题哦，这场见面就在今天，而李在明知不知道川普刚刚把马杜罗给抓走？当然知道，就在马杜罗被抓走的时候，韩国来了这一出，所以这个就连接到一个有趣的一个东西。见面当然是早就定了，但是在见面当中出现的重大变局，并没有影响到韩国跟中国见面的节奏，更甚者更强调了同步的属性。这才是关键嘛！老美玩 G2， 我把这个世界划分开来，美国要的就是南北欧洲，但是东欧大概给俄罗斯，那留给中国大陆是什么呢？至少东亚我不那么干涉。这就是川普逻辑啊！为什么川普对于正义使命2025没有说话？为什么对于中国大陆辽宁舰跑到日本的四国岛南方演习没有说话？甚至打给高市早苗叫他安分点。为什么高市早苗到现在见不到川普？所以逻辑就是这个。那在这个当下，当青鸟在那边说，你看亲中就完蛋了，结果李在明来了一款同款西装，洗礼同款西装，啥意思？这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主观上中国是不会承认这个所谓的 G2 问题，但是美国现在就明确了嘛，它就是明确化了嘛，我已经出手了。理论上来说，大家看到哇，美国发动了150架次的战机去轰炸委内瑞拉的首都，去加拉加是把马杜罗给逮走，不是应该大家要很害怕才对吗？可是你看哦，拉美地区的反应是大家集结起来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干涉。那如果在拉美地区啊，你美国所谓这个 G2 都没有办法贯彻的时候，你看墨西哥总统啊，在去年的年底应该是12月31号才加征对中关税而已，相当于是服软在美国的压迫嘛。结果在这一次上，墨西哥总统大肆的批评美国的一个行径，所以回过头来，那远在东亚还是什么卡在中国大陆门口的韩国，那他选择是非常非常的明确。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理解这个核心的逻辑概念是什么。当川普毫不守底线，没有任何的一个所谓的遵守的底线，而且甚至把他今天所谓的行为，他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大家知道吗？叫唐罗主义。因为那个门罗总统啊是 Mon， 他是 MON 开头，他把它改成 Don 唐罗主义啊，他把它叫做唐罗主义，堂而皇之的告诉大家这样的时候，所谓的唐罗主义，其实说穿了，美国只是在他能够挑的市值里面挑的最大的那一颗，大家更加的去思考，如果世界真的是 G2， 那就是有2套秩序逻辑嘛，一套是美国的霸权主义，你必须服膺他的价值观，你必须服膺他的经济上的支配，你必须服膺他的全球治理的一个结构，你没有自我属性。可是在 G2 的另外一端，中国所提供的是什么？我之前讲过一个关键名词叫新天朝观嘛。中国大陆历来啊，它不是强迫你一定要怎么做，相反的，中国大陆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呢？我虽为天下之中，但是我们的结合是一种有机的结合，甚至啊，我都不见得这么喜欢你来啊。如果朝贡的话，哇，你来我还得多送你一点，但基本上你是加入一个秩序。所以新天朝观的范本，我觉得更棒的范本是唐代天可汗的逻辑。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秩序有得依凭，然后呢也没有强迫你的意识形态，这是2套不同的逻辑。大陆奉行的是新天朝观，所谓的新天朝观就是不像过去的天朝，中国是天之上国，你们是下国，不是这样的。我不再强调藩属关系，不再强调中藩关系，但是我强调以我为中心，我是世界的大国，我会负起这个责任，但是我们呢会平等对待一切跟中华来友好平等往来的所有大大小小
小的各邦各国，而美国呢还是一样霸主逻辑，只是他因为他做不了全球的霸主了，所以他往内缩，所以这是一个王道跟霸道的选择嘛。我往内缩，我缩到南北美洲加上除了东欧之外的欧洲，可不可以这样干？从目前来看，在委内瑞拉那一场表演确实是成功的，也确实让大家应激了好一回，也让青鸟非常的嗨，非常的欢腾。你看，亲中总统马杜罗完蛋了，这叫亲中的下场，对吧？可是事实上呢，没有国家是笨蛋啊，穷国不代表是傻国啊，小国不代表是笨国。那就接着我们今天第二个东西啊，就在马杜罗抓走之后，唐罗主义下一站是哪里呢？下一站就是格陵兰。这个大家知道，世界最大的岛屿嘛，200多万平方公里。俄罗斯如果要发射战略核武器啊，基本上就会从北极上空滑过去。那滑过去的话，格陵兰是一个最佳的监控，而且这个距离最短，它的应对时间是可以最早的否则的话呢，照这样发射它是非常非常短程的。我们先补充一下唐罗主义的部分啊。首先第一个叫势力的划分，把西半球主要是拉美地区、加勒比海，还包含我认为还包含欧洲地区是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那对于中国或俄罗斯在美洲的影响力呢，是属于一个高度警惕。在欧洲呢，基本是把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呢压制在东欧地区，但是在东欧地区可以来进行合作，来缓解对立的状况，因为这已经出了我的核心区域了。也就是说，我的划分到哪里呢？我最多到波兰，但波兰是个中介地带，所以波兰现在很紧张啊。波兰现在是欧洲唯一一个要把军事预算干上5%的国家。第二个呢，国家安全优先于国际秩序，也就是说，像是川普这一次发动去抓马杜罗他双重不遵守，既不遵守国际法，也不遵守国内法，他管你国会怎么样，他等到战斗机哒哒哒哒哒哒哒离开起飞了之后，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才打电话给美国的国会议员告知说 OK 我们现在要去抓马杜罗，所以这也导致民主党的众院领袖苏莫气死了，这我他妈国会被当棒槌啊。再来呢，这一种国家安全优于国际秩序美国只要认为安全有疑虑，我就强行介入，我不跟你讲道理，我甚至到联合国摇洗衣粉我都懒惰。这唐罗主义是非常粗暴，比门罗主义更加粗暴，而且呢，门罗主义时期跟唐罗主义时期其实那个能力上还是有差别的。因为门罗主义是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的时候，美国站在一个最大的甜头是什么？整个从北美到南美这2大洲，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只有美国所以那个国力极其不对等。现在虽然拉美地区发展也是比较滞后，没错，但是全球化的带动之下，其实普遍上来说都是一定程度的进入现代化社会。那另外呢，这个唐罗主义还有什么？他呢是喜欢用强硬的手段，喜欢用突袭式的方式。但是唐罗主义跟门罗主义有个根本的不同是什么？叫做它可以做英文叫 deal make it 交易式外交，什么都可以谈，主权可以谈，盟友可以谈，合作可以谈，没有共同的理念，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有利益，就是美国可以拿到什么，美国可以赚到什么，这就唯一的事情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唐罗主义。所以你可以发现唐罗主义是升级版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的时候，美国好歹还穿西装，实力上来说它对比拉美地区是更加强大的存在，因为当时的美国已经率先完成了工业化，所以呢它的实力直接辐射到南美地区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强悍。当时美国的船都已经是铁壳船，日本为什么打开国门？叫做黑船事件，派里准将开了2艘铁壳船开到日本的江户，就东京的外海，日本人看傻了，他哪看过这阵仗？这叫做工业化的威力。当时那个所谓铁壳船也应该不能算是那种真正的铁壳船，但是它上面已经有上铁片了，它当时的船是类似这一种，日本人看到这个船就看懵了，风帆战舰它上面是有上铁片的，所以这个叫做科技的代差。你想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没完成，就对日本产生那样的震撼在门罗主义修好之后，他出去的时候，对这个拉美国家来说，那个完全就是一个压倒性的力量。好，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最后讲这个美国要格陵兰这件事情这个美国要格陵兰也不是现在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几天态势又有所升级了。抓了马杜罗之后呢，在媒体的采访之下，川普就直接说，那他要格陵兰为此，丹麦首相现在的丹麦首相叫做弗瑞德里克森Frederiksen， 他就反击警告川普说，停止就收购格陵兰岛来发出这个威胁。那但是这种警告是有用的吗？就在丹麦加强反击。然后呢，他的一个幕僚，白宫副幕僚长兼美国国土安全顾问 Stephen Miller 史蒂芬米勒的妻子也是一个极右翼的一个播客，他们
都是相当右的存在啊。那他现在啊，这个 Stephen Miller 算是川普跟前的一个大红人，他的太太也是个播客，把格陵兰呢加上美国的国旗，等于说是立即下一步要对格陵兰来做出手。因为这两件事情就是他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发言，再加上凯蒂米勒这个贴了这个图，这两件事情搭在一起，格陵兰的宗主国，当然丹麦就坐不住了嘛。那问题是呢，当然格陵兰人也不爽嘛。格陵兰的总理现在叫 Nielsen， 他发表声明说，当美国总统说我们需要格陵兰，并将我们与委内瑞拉及军事干预挂钩时，这不仅大错特错，更使我们不尊重。G2 之下，美国是一步一步在往前推进，速度非常的快。我说南北美洲加欧洲嘛，对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怎么推进呢？很简单，我就把我要的战略要地，我就开始一个一个点名。所以格陵兰这件事情跟委内瑞拉挂在一起，不是我们讲的，是格陵兰人自己的总理啊。格陵兰因为他现在是个自治领，他是有一个完整的政府体系的，虽然只有5万的人口，他的总理公开声明说，你怎么可以把我们跟委内瑞拉挂在一起？但这代表什么？代表欧洲人现在也领略到了，就是整个川普主义在往前走。他虽然把它称之为唐罗主义，川普主义在往前走是非常迅速，而且强而有力，而且真的是无所不敢。我就敢这样干 AI 啊，或什么，你叫他做分析，什么是唐罗主义，或者是所谓的 G2 势力范围啊，一般都只跟你讲到拉美地区、加勒比海，很少人讲到欧洲这个逻辑。为什么讲欧洲这个逻辑呢？因为川普除了提 G2 之外，还提了一个什么叫做 C5 嘛，叫做核心5国。核心5国里面是没有欧洲的，代表什么？在川普的理想逻辑里面，虽然川普表面上否定掉了，但事实上这事情我觉得就是真的嘛，就是欧洲就是一个势力划分的地盘。而这个势力划分的地盘从哪里开始做起？从我在欧洲里面看了一圈，人口只有5万人的格陵兰，而它的宗主国叫丹麦，非常的弱小。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个小卦，丹麦长期以来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在欧洲的重要节点。为什么？因为丹麦那里有大量的什么跨大西洋电缆是从丹麦登陆到欧洲再发散出去，而美国长期在丹麦设有间谍站，在那边监控来自全欧洲的讯息。他今天拿捏了格陵兰，丹麦要叫，但问题丹麦长期靠美国，所以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滑稽的一幕啊！丹麦要加强自主国防啊，要加大军购，结果采购由美国国会来批准。然后呢，欧洲的分析家普遍上分析认为说，丹麦要维持具自行战备、维持战力的决心，但是很好笑啊！你要防止美国渗透拿格陵兰，然后你去跟美国人买3架波塞冬海上多用途巡逻机，不是这个笑话吗？所以为什么拿捏丹麦？因为美国也很清楚，丹麦长期是美国在欧洲非常重要的盟友，结果今天美国拿捏它，那欧洲人怎么想丹麦？你是丹麦，你长期出卖欧洲的我对你能够信任吗？当世界因为美国做了这个决定，他去把马杜罗给抓了，开启了这一系列的魔幻旅程嘛，破坏了秩序，破坏了整个国际的一个信任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小国也要找生存的发展啊。可是美国就这样，我继续拿捏下一个软柿子，我一个接着一个拿捏，一个接着一个拿捏。原本对中国来讲，新天朝观要能够真正让整个世界相对平稳的过渡到一个以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的中心，一个强大的国家，以经济合作作为一个基底，然后彼此来减少冲突的风险，然后加入一个和平共荣、和气生财的世界秩序，缓慢的和平演进去推进，透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兜底，但不轻易发动战端的方式，本来很慢，可是因为美国明面的抢，一个接着一个抢，先抢委内瑞拉，再抢丹麦，哇，那这个没得讲啦！你拉美抢一个，欧洲又抢一个，那你照这样玩下去，所以大家开始加速投中嘛。中国的影响力终于借着美国的不仁不义啊，毫无规则啊，输出了它的影响力，而且是透过体系化的带出去。而第一个作为风向标的就是李在明，就是韩国。那体系是比较出来的，好坏是比较出来的嘛。所以你看新加坡它还在摇摆，可是你看韩国毫不犹豫就投了。那现在为什么北京，为什么习大大在提倡全球治理？当我们看到了一个失序的世界，当我们看到了一个疯狂的体系在变化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脉络可循的。因为这个世界有了川普，所以它变得更快了，变得更乱了，所以中国的体系变得更可以被验证，历史要加速往前走了。这就是一个世界变化的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期待。